公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阻止我选其他人？微尘，微尘，因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。你。 看来老天都看不过眼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让你如今又反在我手里。怎么，不敢承认？是，我是对你无愧，但你就无愧于我吗？从前那些破事，吵了20年都没个结果。 我就问你一句：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18岁的你。只是看看。不然呢？也想再帮一下殿下。那你可真会帮，把父皇给我的人选帮到只剩你自己。 是我不该插手公主之事，但我也是诚心希望公主日后能够过得好。这一点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没变过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，就是我也杀了他，也算是两清了吧。我真是没想到。 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别的选择都是未知数，但既然你我彼此熟悉，微臣斗胆求娶殿下。有朝一日。 殿下能为自己解了围，可重新选择。裴文轩，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真心错付、勾心斗角，都到最后又孑然一身的日子了。如若我依旧选择你，那我们和以前还有何区别？重走一遭，依旧只会有一个盟友，互相利用、互相算计吗？你我都深知。 在内廷之中，丈夫、亲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手中的权力。可是，当走到顶端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在人世间，便会羡慕人间烟火繁华。你，我。 曾经都站在过顶峰，你说，孤家寡人和孤魂野鬼会有何区别？天要下雨了。 你去准备些伞吧。好，公主，宫里的公公说，如今时候差不多了，可以散席了。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你替我去送送他们吧。是。 那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如此，你觉得我还应该嫁你，继续过那样的人生吗？这一场指婚，我们都没得选，
我们都只是为了权势，认真论起来，并没有什么真感情。而钱真真的事情，让我们认清了彼此。你心里有人，只是之前没有说清楚，现下明白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毕竟我也可以心里有人。可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清楚？这样，往后我们还是照样过。但是我希望你清楚，我不再是你妻子，你也不再是我丈夫，我们各过各的，各找各的乐子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既为盟友，便永不背叛，如何？说话，裴文轩，你说话。你若不说话，我便认为你对我还有感情。可你若对我有感情，还去掺和他的事，那可就太恶心了。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现下就去请禀父皇，我们和离吧。殿下这是何必呢？那你说怎样？既为盟友，殿下应当知道，和离对你我来说并不是好事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顶着夫妻的名义过好各自的生活。既为盟友，绝不背叛。倘若背叛，不得好死。果然，我们都应试。看来，到底是什么都瞒不过公主殿下。从前的恩怨怨，早就说不清楚了。臣本无意打扰，只是念在毕竟夫妻一场，想着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便想来看看。没成想，没控制住，多管闲事了。好一个多管闲事！你是不是觉得，你若不来，本公主便嫁不出去了？还是你本只是想替我把把关，不成想只见一个苏荣清，就让你感到不适？公主说笑了，臣岂敢？全臣做酒，夺嫡你都敢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？殿下不必再揶揄微臣了，不如想想，以您现在的情形，若是不选微臣，您还可以选谁当驸马来替您挡灾呢？少装！你怕是早就想好托辞了吧？以现在的情形，难在圣上猜忌。公主殿下若是选世家子弟为驸马，恐怕会出了陛下逆鳞。但其实，只要太子殿下继位，公主殿下日后便可前程无忧。到时候，您与苏公子再续前缘也不迟。所以啊，当下最重要的是保住太子殿下。娘娘，母后，母后，你可知父皇给姐姐选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要么是5大3粗的莽夫，要么是门第不高的寒酸小子，剩下的
一个痴傻，一个花柳客，父皇如此怠慢，母后为何不替姐姐做主？你父皇一向忌惮你这个太子，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因为我们上官家族乃当今第一大世家，你父皇真正忌惮的是在背后支持你的上官家。倘若你姐姐再与世家结合，那么将来何人能阻挡你们姐弟？建国之初，皇室确需借助世家之力，可现如今国祚已稳，世家却成了皇权最大的威胁。你的太子之位和你姐姐的幸福，只能选一个。母后说的字字句句，儿臣都明白。可若我这太子之位要以牺牲姐姐一生的幸福为代价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你说不要便不要了？你的血统会跟随你一生，即便你不想，你背后的世家也不允许。此事由不得你我。但崔玉郎、杨家，还有宁世子这三人里，崔玉郎出身寒微，你若嫁给他，最无用处。更何况他性格浪荡，爱写诗词，多的是把柄。你若真嫁给他，恐怕会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。再说杨家，这杨家则是权势过剩，而杨权的性格则过刚过锐。陛下在这时候想让杨权与公主联姻，其本质上是对杨家动了心思。公主若是这个时候嫁给杨权，怕不久之后陛下就会动手，到时候公主也必会牵扯其中，而太子殿下也脱不了干系。的确，今日所见，杨权不过一介莽夫。但微臣倒觉得宁世子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宁国侯乃是当年陛下的伴读，还替陛下挡了箭。陛下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所以微臣觉得，公主殿下若是能嫁给宁世子，也是件好事。更何况宁国侯为人稳健，宁世子痴傻，几乎不出门。对于婚事来说，虽然不是好事，但至少不会给太子殿下拖后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宁世子身体不好，以之前的情形，再过2年冬天，宁世子就得病逝了。只是，微臣担心，若是公主殿下嫁给宁世子，会遭到宫里所有人的嘲讽，怕您扛不住。你倒是会操心。若我扛得住嘲讽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嫁给他，待日后他病逝，川儿登基，我便可再嫁。正是如此。你考虑的这么周全，我不嫁你，我有了出路，那你怎么办？殿下不必替裴某担心，裴某有自己的路。行，裴公子真是好骨气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裴公子请回吧。若不早点走，一会儿马车让染了泥，怕又要被管家骂吧。好，裴某想走很久了，谢殿下恩赏。狗东西！等等，子谦，我们立场不同，恩怨是非也说不清楚。不管眼下是场梦还是真，既然上天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那我们从今往后不必相见，各自安好吧。罢了，不过死罪可免，
活罪难逃，赐苏荣卿宫刑。荣卿何德何能，能得长公主庇护至此？这等大恩，此生难以为报。你我之间无需赘言，你先起来。未来，你想过怎么办吗？微臣深意不全，暂不知何去何从。不如你留在长公主府，你可愿意？而且你想啊，你放他走，他不走，他是为什么想留在你身边？李荣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没想过，他会报仇，任何人都不会忘了这灭门血仇。何况他是当年华歆第一公子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就算我们感情再深，也要败给这朝堂之争。是我执着。所以，是他先动手给我下了香美人的慢性毒，而后接着铲除你的名义，接管了我手中的权势。这还不能完全确定呢，说不定是我们俩想错了。你不必说了，我认了，我就是被苏润清所杀的，满意了吗？当初就跟你说过，离这个人远点。你不听，你看现在吃亏了吧？我吃亏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老喜欢呛我呢？是，长公主殿下吃亏，千载难逢，我能不得意吗？那裴大人倒是想错了。本宫好歹被他服侍了17年，被他杀了，我心甘情愿。而你呢，不过是被殃及的那条螭，你得意什么劲？你可别吃鱼的。这烤鱼快好了，吃烤鱼吧。来，拿着啊。但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公主殿下，从前你跟苏荣清纠缠不清，那只是矮板子的事。如今你再跟他纠缠不清，你的命都保不住。娘娘，您看，今年这花开的可真漂亮啊！梅香，你知道什么样的花开得最艳吗？奴婢不知。这凤凰花还不是最艳的，带刺的花才开得最艳。妹妹深夜造访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这外面都要变天了，姐姐还能睡得着？哎，妹妹有话不妨直说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向呢，独居在这明月宫，不问门外纷争啊。这知不知道的，
只有姐姐自己心里知道了。我趁夜到访，是来给姐姐送大礼的。哦，那要看我是否能够承受得住。肃王深得陛下之心，就连太子都要靠边站。姐姐身为肃王生母，出身寒门，就没想过，即便陛下有意立她为太子，仅凭你哥哥萧肃手中的2万兵马，即便上去了，又如何和太子及他的母族上官家相争呢？妹妹说笑了，这天下都是陛下的。陛下若有意扶持肃王，他无需争抢；陛下若无意，那谁也抢不来呀。是吗？即便肃王不抢，皇后及她的母族也会扶持太子抢。我杨家3代为将，执掌西北边关多年，可谓兵权在握。若有我杨家兵权相助，肃王必兴。妹妹，方才是从皇后那来的吧？你这份大礼，我可真不敢收。只要我来你这一趟，皇后就会起疑，按照她的性子，定会有所决断。故此，你信不信我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姐姐，告辞。你是不是冷？我说天这么冷，你衣服又在我这儿，要不你来了。哎呦，不早点说。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找秦真真？以后再说吧。本来以为和从前都一样，但仔细想想，我们成婚之前，你跟苏荣亲的没这档子事。所以啊，这未知的变数还很多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劝你，要管早管，宫里不适合的，别让他进宫。知道。不过你倒是难得说句好话。你这个人也是好笑啊！怎么我说好话你还不爱听呢？哎，我可没说不爱听啊，只是有点不习惯。本来也没打算说的，但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。你来救我，虽然帮了倒忙，但这个心意，我礼貌。很多事情，我确实做的也不好，我有责任。魏文轩，从前的事儿，我们不要再讨论，能不能答应我，在这儿，咱们别再当臭兵。嗯。快，要赶在公主的援兵到达之前撤离。是。殿下，就是他们，是杨家的人，拖住他们，拿下！太子殿下，眼下还是先找到公主殿下要紧。
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没想好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，不想再活在无尽的猜忌中，不想看到残暴的传闻，不想看到家破人亡的苏永清。你呢？此前可有什么后悔的事情？驸马，您可算来了。您跟公主虽然闹了这么久，你们心里都有彼此，您就进去服个软，道个歉，你们赶快和好吧。他不会理解的。静兰以为未必。公主是个骄傲的人，哪怕事出有因，可秦侧妃一事，她虽主动出来受领，替你解了围，但外面的人都说她是因为被丈夫背叛，强行出头挽回颜面。其实，她就是缺一个台阶。若当真是这么简单，也就罢了。驸马，有些事情它就是这么简单。要不我现在进去跟公主说您来看她了。不必了，是我做事欠妥，有愧于公主，还是不宜再做打扰。驸马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何事？因着陛下下旨将苏家满门抄斩之事，公主为了救下苏二公子，在御前求情的时候不小心顶中了陛下，被赐了杖刑。我担心她会坚持不住的，您赶紧去救救她吧。打他！13、14、15，别打了！殿下，您就给陛下服个软吧。您放弃苏公子吧，你再这么打下去，你会没命的。你说你这是何苦的理由？啊？裴文轩，裴文轩，我要保下苏荣清。我以前的确有后悔之事。我配谋此生，不负朝堂，不负百姓，唯独负了长公主。陛下，何事？说。平原公主那边出事了。裴文轩。紧张什么？我不紧张啊，我只是在想，怎么自证清白。什么清白？
我是想着我怎么告诉你，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。我知道，我还没到你做了什么都没感觉的程度。李荣，你好歹是一国公主，你说话能不能矜持点？这把年纪了，装什么清楚？